你有 Google 过自己或认识的人吗？有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如果不小心在网络上面发现自己有些不堪回首的黑历史，我们有办法要求 Google 把它删掉吗？这搞不好办得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被遗忘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2006年，美国一名叫做史黛西的单亲妈妈，为了当上老师，努力通过考试完成实习，眼看着就要拿到教师证，结果被学校发现网络上面有一张她喝醉酒的照片，觉得这不符合老师该有的形象，最后史黛西的教书梦就此破灭。我们在使用网络时，往往会留下很多记录，写过的贴文、拍过的照片、买过的东西，都可能会在网络上面留下来，形成所谓的数位足迹。而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大家可能多少都有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过去，比如拍过很丑的照片，写过一些不成熟的言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完全变了一个人，或是都已经改过自新，但是我们在网络上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以前艺术家安迪沃荷曾经说过，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成名15分钟，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成名的15分钟可能就是他最不想要被看到的黑历史，而这些黑历史留在网络上面，随时都可能成为未爆弹。于是有些人就开始主张，我们应该要有被遗忘的权利，要求 Google 之类的网络业者删除网络上面特定的个资。而这个概念看起来有点狂哦，但其实呢，它已经不是什么新想法了。只是这几年，它终于获得了欧盟背书，在世界各地也陆续有相关的法律判例。所以这个意思是我可以叫 Google 删除跟我有关的内容了吗？我应该怎么做呢？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来删除资料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样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在经营品牌或是想要行销产品推广特定的服务，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很多人在购买产品或服务之前呢，都会先上网搜寻一下，而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个专业的网站，能够帮助他得到需要的资讯，他就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顾客，而且因为已经对你的品牌留下印象，之后还有可能主动找上门来。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专业网站，我们简讯设计就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团队曾经拿下国际大奖，而且阵容完整，能够结合插画、动画以及互动设计，做出好看又具有独特体验的网站。无论你是想要卖东西，想要提高品牌形象，或是想要行销特定的活动，不光某个议题，我们都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和宣传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而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网站，但觉得该翻新整修了，也很适合来找我们合作。那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们，还有行销伙伴们，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的详细介绍哦。被遗忘权顾名思义就是不被忘记的权利，这边指的是让神通广大的网络世界忘记我们的某个过去。以前我们保存资料多半要仰赖实体的物件，例如像是笔记啊、书籍、录影带，因为这些不好保存、携带跟存取，所以遗忘才是常态。那人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把各种记忆啊或是新闻资讯都用网络的方式来保存跟传送，包含像是相簿、信件、存折、报纸，全部都数位化。但就像史黛西的案例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可能会在将来未知的某一天把我们绊倒。那如果是自己部落格的发文或是相簿，我们相对还能够自己掌握，可以自己删掉。但有的时候网络上面流传的可能是别人侧录的影片、不实的新闻，甚至是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散播的私密影像，这些状况就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提出被遗忘权的人们认为呢，透过网络上面的被遗忘，可以赋予我们一种重新开始的权利，摆脱过去的阴影，让人重新振作起来。而另外也有人从隐私的角度出发，强调每一个人的资讯自主权。白话来讲呢，就是我可以决定网络上面要出现多少跟我有关的资讯。如果我不想要它留在上面，那我应该有权利跟网络业者要求，请删掉这些东西。2011年呢，就有一名西班牙男子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一状把 Google 告上法院。谁知道这一告竟然撬开了网络世界的遗忘之门。1998年，这名男子因为欠债，名下的房产被法拍，但一直到2011年，我们如果去 Google 他的名字，还是能够在网络上面看到这篇告示。他曾经跑去要求当初上传告示的报社呢，以及 Google 请他们撤下这个内容，结果都碰壁，于是他愤而提告。而2014年判决出炉，结果轰动了欧洲法律界，因为他真的告赢 Google 了。审案的欧洲最高法院认为，在搜寻引擎上面，只要输入某人名字，就会出现跟这个人相关的资讯，可以说是一种建档的行为。因此，业者有保护各自的责任。而在这个案例上面，既然当事人早就已经还清了债务 ，Google 就有义务协助移除这个过时而且无关紧要的资讯。
这个案例一出，等于正式赋予了欧盟公民被遗忘权，而之后撤销搜寻结果的要求开始如雪片般的飞向 Google， 而欧盟也乘胜追击在2018年发布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当中，首度将被遗忘权写成法律条文，成为了后来各国立法或是判案时的参考依据。不过，随着欧盟立法相关的官司越来越多，被遗忘权的争议也跟着浮上台面。比方说，如果有罪证确凿的杀人犯要求行使被遗忘权 ，Google 也要帮他下架相关的新闻或者资讯吗？1990年的时候，德国有一对兄弟党因谋杀了某个知名演员入狱服刑，而2008年他们出狱之后，决定采取法律途径，要求多家媒体删除他们的本名。当时法院考量到他们的人权和隐私，判定胜诉，媒体应该要帮忙匿名。而同样是德国，有另外一个案子是1981年的杀人案，凶手在2009年出狱的时候，也一样走法律，想要把自己的姓氏下架网络，但一开始法院决定驳回他的要求，认为他的隐私权不能够凌驾新闻自由。这两个案子讨论的过程当中，都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跟不安。有人认为这么重大的社会案件，在杀人犯的隐私或人权之外，应该还要有更多的考量。而有趣的是，在激烈的辩论之下，后来这两案的判决结果都发生逆转。杀害演员的兄弟党原本判决可以匿名，但2018年在被遗忘权确定入欧之后呢，欧洲人权法院还是确定凶手败诉，理由是基于特定报道的需求，媒体有必要揭露他们的个人资讯。而至于1981年的那个杀人犯呢，2019年德国最高法院却改判他胜诉，他的理由是这个犯罪事件已经很久远了，大家应该要给改过自新的人一个机会。那当然，他们的结局之所以会两样情很可能是因为案件的背景细节不一样，告的对象也不同。但大致上来说，法院在评断这些事情的标准呢，主要还是会在群众的知的权利、新闻自由以及当事人的隐私跟人权之间做出取舍。那我们在台湾刚好也有一起案例那当时法院的考量呢，不只是提出了类似的想法，甚至也带出了更多不同层面的思考。台湾虽然还没有明文规定被遗忘权的法律，但如果我们以隐私权的逻辑来讨论，我们还是可以在个资法当中找到相关的规定跟判例。目前我们可以找到跟被遗忘权有关的官司是施建新案。施建新是职棒球队米迪亚暴龙的老板。2008年他才刚买下球队，结果当年球队就爆出严重的假球案。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千努的组头根本就是直接跟米迪亚公司合作，买下整个球队来放水。而2013年施建新获判无罪定谳，他也已经改名叫做施允泽，但他上网搜寻施建新呢，后面还是出现打假球这个关键字。而2014年，他决定向 Google 提告，要求 Google 移除施建新假球的搜寻结果，因为他觉得这些资讯已经损害到他的名誉，有人甚至肉搜他的个资。但 Google 表示，你已经改名了，不能够主张施建新的权益，而且你要告的应该是发新闻的人，而不是搜寻引擎的业者。最后经过2次判决，法院呢都判施建新败诉。法院表示施建新跟假球的自传是根据搜寻的热门程度而出现的，而且这个假球案呢是重大的社会事件，媒体上面的报道内容也没有事实争议，再加上施建新是事件当中的公众人物，为了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他的隐私权不能够超过媒体的新闻自由。那说到这边可能有人会注意到，今天提到的被遗忘权官司有不少都是冲着 Google 而来。那虽然在施建新的案例当中 ，Google 觉得他们不该下架，但这几年当中，他们对于被遗忘权还是陆续做出了蛮多的回应。从2014年欧盟的判决出炉不久之后 ，Google 就开始开放欧洲民众提出下架申请，至今已经下降了数百万个搜寻结果。而此外 ，Google 还架设了一个被遗忘权总览的页面，说明该如何申请撤除内容，也列出了各种通过与否的考量标准。其中里面有特别提到对于 Google 使用者的影响，因为 Google 认为对于专门搜寻你的人来说呢，你的争议资讯可能有重大的意义，比如说你工作上面的客户或许就会想要知道你过去的专业表现。这一点或许也能够解释 Google 为什么会开门见山的表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申请通过的几率很低，而且企业还有其他法人通常没有权利可以要求撤除跟他们名称相关的查询内容。举例来说，万一今天是一个政府官员或者财阀企业想要行使被遗忘权，要求搜寻引擎还有各种网站删除关于他的负面消息或是某些关键字，实际上呢，有没有人这样做，我们可能不好说。但至少就 Google 的官方说法来看，这是为了防
防止有权有势的人滥用被遗忘权，侵害到广大使用者的知情权。他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 Google 上。另外，他们也强调，包含资讯有没有正确，是不是过时，也是其他考量的标准。在过时的部分呢，大家或许还能够列出比较具体的标准来处理，但资讯真假的部分 ，Google 说他们很难自己去查核，所以如果使用者想要删除跟自己相关的不实资讯，就得要自行的提供证据。我们在整理这一集的脚本时，我们最大的感触是在以前的时代，我们好像相对容易让过去真的过去，也许换一个环境，我们就能够重新开始。可是当今网络科技的存档能力实在是太强大，让过去反而更挥之不去。甚至有人觉得，比起可能消失的数位足迹，难以抹去的数位刺青才是更适合的词。所以我们觉得被遗忘权的概念蛮重要的，但这样子的概念遇到某些跟公众有关的状况时，其实会有点难处理。像今天讲到的个人的隐私权，常常就会跟群众的知情权产生冲突。那就算我们不谈那些可能比较极端的案例，这个被遗忘权也不一定就能够保护到当事人。像是在意大利有一名女子成功争取到之后，却因为负担不了高昂的诉讼费以及网友的各种冷嘲热讽，选择自杀。重看这整个过程，就好像科技的进步呢，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往往会有新的问题。我们解决容易忘记的问题之后，却遇到了需要忘记的问题。我们想了一个被遗忘权，但问题可能却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又产生了新的争议。而且就算我们成功删除了旧的字串或者资讯，但在这个网络时代，只要有网络，大概就还是会有新的足迹出现。所以最后就是大家的讨论时间了。那想问大家，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网络上面有一段黑历史，会想要行使被遗忘权，让它在网络中消失吗？会。我觉得资讯自主权很重要，我觉得有权决定网络上面该出现什么跟我有关的资讯。不会，我觉得网络时代呢就是这个样子，敢说敢当，怕出事就要自己多小心。C 看状况，如果处理流程太麻烦，或者黑历史其实不严重，我应该就概括承受吧。第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被遗忘权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父母晒小孩晒到告侵害隐私权以及隐私权和打击犯罪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